我们分开行动，你去探查大家的下落，我进宫见皇后，看看能不能探出李策的消息。皇后心思深沉，你一个人小心。撤！撤！我是福郡主，我要面见皇后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纯儿，我恭候你很久了，但可惜，你不能喊我纯儿了，你要叫我洛王妃。皇后呢？她不想见你，她让我来见你。既如此，我就告退了。别急啊，你马上就要嫁去燕北做王后了。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些美酒，不如我们先来庆祝一番，就算是让我提前喝一杯你的喜酒。你说什么？燕王后，你还不知道吗？燕巡来便堂求娶福郡主，皇后已经准了。福郡主的嫁妆都已经送到太子府上了，你不用替李策担心了。这便堂的太子妃你做不了，但很快就要当燕北的王后了。来，让我教教你。等你跟燕巡新婚洞房的时候，就这样喝交杯酒。我和洛王就是这样的。与燕北和亲，是你出的主意。你还挺聪明的嘛。不谢谢我吗？你和燕巡伉俪情深，他为你砍掉了便堂骁骑将军李启的一只手。你说，这只手该算在燕巡头上，还是算在你头上呢？燕巡暴力弑杀，他不该做燕北的王。那李策呢？他本该是锦衣玉食的太子，你若不替他反抗皇后，他又怎会落到如今的下场？纯儿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恨，有很多痛楚，也经历了不属于你的遭遇，但你执迷于往事，只会让自己陷得更深、更痛苦。哼，我曾经不明白，我为什么如此讨厌你。我想，一定是因为妒忌。已经没事了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我带你出去，我带你回家。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对不起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他们都已经死了，已经杀死他们了。不怕。我出生便是金尊玉贵的公主，似乎拥有一切，可事实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父皇对我的爱都是假的。你明明只是个奴隶，如今却高高在上，拥有我想要的一切。我就是要亲眼看你痛苦，看着你失去所有，失去所有你在乎的人。你拥有一张让所有人都羡慕的美丽容颜，你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知道，你觉得我和燕巡对不起你，你的母后，你的父皇也对不起你。你认为命运和这个世道对你不公，你生来就应该锦衣玉食，凌驾于万人之上。可这是命运对你的馈赠，你不珍惜，
你选择用它来报复我一个奴隶，报复燕巡，报复所有人，也包括你自己，值得吗？值得！就是恨你，我就是要报复你。我的喜酒还请洛王妃少喝2杯，喝多了伤身体。使团的人被皇后抓走了，只有我跟八策逃了出来。我让八策去西莽报信了。凌月，李策怎么样了？确实在狱中。林木和宋城也被他们一起抓走了。太子殿下出事那天，我恰好不在酒楼，躲过一劫。他们知道你不会不管太子的，就是为了引你回来。郡主，郡主，外面有一辆燕北来的马车，说是找你的。阿楚，阿楚，这是我做世子时候的旧衣裳，没想到还算合身。阿楚，我今日特意找来这身衣裳，是想用这个身份来见你。我现在不是燕王，只是被困在真皇城的燕北之子。阿楚，你能不能也做回一刻被困在青山院的女奴楚乔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是燕王妃，送我去见燕王。燕王妃，快备马车！快备马车！快备马车！撤！让让！让让！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这个丝带是燕北回惠山山民的习俗。我小时候，我的母妃就常常住在回惠山。她告诉我，燕北回惠山的山民会将这条丝带，还有这个祈福牌，一起挂在这棵许愿树上，风就会带着他们的愿望高飞，心愿就可以实现。阿楚，忘记我们的伤痛，跟我回燕北吧。我曾承诺过你，燕北永远都是你的家。阿楚，我们曾经那么亲近，连命都可以交给彼此。我失去你之后，我仿佛失去了全世界。只有你回来，我才可以找回自己。燕雪，我了解你，就像你了解我一样。阿楚，你不要再假情假意了。你对我的不过是征服欲和占有欲。你若真对我有一丝情意，雨姑娘、大同行会，还有嬛嬛，就都不会死在你的剑下。赵传说的没错，我的错误就是当年错信了你的情谊。现在，我要亲手了结我的错误。阿楚，你真的忍心杀我吗？你若是想杀我，在冰湖你就动手了。你给我下了毒。阿楚，别担心，这是些散宫的迷香，半个时辰便会自行解开。你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你说的对，你了解我，就像我了解你一样，所以我提前做了准备，我随时可以杀了你。不过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我要你3日后穿着燕北王妃的新服出现在太子府门前，否则我会毁了你的一切。那个遍堂太子，跟随你的人，你在乎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我会一个一个，就他们生不如死。王上，出什么事了？快跟我来。皇上，
侧王妃是被便堂应天门的守卫送过来的，说是因为骑了太久的马，日夜兼程，身体虚弱，所以才在城门口晕过去了。他来便堂做什么？大概是得知王上要迎娶楚王妃的消息，一时乱了方寸。皇上，皇上恕罪，臣妾知罪了。臣妾知道，皇上心悦楚王妃，臣妾不敢与楚王妃争风吃醋，更不会做对楚王妃不利的事。臣妾只是怕皇上因为有了楚王妃而厌弃臣妾。我只求皇上不要赶我走，让我留下来服侍皇上和楚王妃。皇上。程远，惠莲王妃身体有伤，找2个婢女服侍她。是。你说这个诸葛月带一西蒙女人回来什么意思？这院子是太子殿下留给郡主的，郡主吩咐我们在这儿接头，他倒好，还带一族丑八怪回来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别闹！我在想怎么把太子殿下救出来。你呀，阴阳王12，要不你在这儿挖个洞，然后你把太子殿下给挖出来。行不行？那是天监司，便堂最牢固的监狱，那都不光是把守重重的问题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楚姑娘要被嫁去燕北和亲了。你说什么？楚姑娘要被嫁去燕北和亲了。和亲？郡主莫不是打算借和亲用燕北的黑鹰军救太子殿下？我倒是觉得这方法可行，值得一试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那不然怎么可能？郡主怎么会去和什么亲啊？聊什么呢？公子，你可知燕巡要娶楚姑娘，卞皇后已经下旨和亲了。哦，来时的路上听闻了。那您不担心吗？我刚刚本想去太子府看楚姑娘，可听说她一大早就跟燕巡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咱们不是约好在这里碰头吗？可是都已经2天了，楚姑娘她……我方才去了天监司，找办法想见李策一面，但皇后下了命令，没人敢放我进去。李策现在的罪名是弑君叛国，皇后自然有千百种理由不让人进去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她下一步可能会用李策要挟你离开便堂。你知道我要和燕北和亲了。这是皇后的计策，我们如今要救李策，只能替他洗脱罪名。太子刺杀皇帝一事明显疑点重重，刺客在刺杀失败之后当场就自刎了，我们要翻案也无从入手。哎，我知道刺客的尸首在哪儿。唐京的死刑犯、重刑犯死后都被埋在城西的一片杉树林外，那是一片乱葬岗。我带你们去啊！孙将军，孙将军啊，孙将军，是什么风把孙将军给吹来了？
来人呐，给孙将军看茶。哎，不必了，左大人，我今天来是向你要一份案卷，你给了我，说话就走，不耽误你喝你的好茶。是什么卷宗值得孙将军亲自跑一趟啊？你派个人来知会一声就行了。前几日圣上遇刺的案子。哎，孙将军，这个卷宗上面调走了。那孙某先告辞，打扰了。孙将军慢走。去禀告詹大人，就说孙将军来过这里。是。萧然不是说他伤得不重吗？怎么一天一夜了还不转醒？他虽然是伤得不重，但他身上的旧伤并未痊愈，再加上他的身体早已亏空，心急加旧伤，才会昏睡不醒。她不是灵月族的女王吗？为何身上会有如此多旧伤？连青山院的叠座也不过如此。灵月族被西蒙王打下以后，她也只是西蒙王的一个奴隶而已，做的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。你还记得曾经的青山院是什么样子吗？西蒙就好比一个更大的青山院，甚至比青山院还要残忍。他虽是西蒙人，但也是为了帮我救出贺萧，才会中了皇后的计谋。不论如何，我要让他安全地离开便堂才是。这就是乱葬岗了。唐京这一片，犯了罪被处以死刑的罪犯，还有没有人认领的尸首，便会着人埋葬在这里。按规矩，那刺客的尸首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们挨个找。不用，刚埋不久，看泥土的颜色就能分辨出来，一刨一个准儿。走。叨扰，勿怪啊，勿怪。叨扰。哎，你不是不信这个吗？怎么还拜上了？我以前到的呀，那都是王公贵胄，最次的也是个3品大官。这乱葬岗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有，我是怕被穷鬼缠上，这才拜他。叨扰。这附近的坟堆都是很久以前埋的，土壤都形成了厚厚的层次，只有这个没有翻新过的痕迹。这块土堆比较稀松，看起来是新翻过的。怎么了？土已经干了，血腥味也散了，应该是1个月以前的，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碰见一头王，我切磋。你不要命了？你找个地方躲好，藏起来，注意安全。真是混账！都烧焦成这样了，这能查出什么来？这儿怎么有3个人？这里边谁是孙敌？分不清楚，3个人都杀了。孙将军，福郡主，你怎会在此？想必我们都是为了太子而来。刺客的尸体都被烧焦了，找到也没用了。
不对，有诈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张大人，张大人派我们来的。那留着就没用了，都杀了吧！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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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孙某见过楚姑娘。孙将军，我是福郡主。姑娘不必掩饰。当年我随太子出使大雍，在真皇城见过姑娘。你可能不记得我，但我对你印象深刻。你是大雍的禁军教头。这么说来，孙将军早就认出我来了，却从未对圣上和皇后揭露过我的身份。起初嘛，只是猜测，但今日与姑娘交手，便更加确信。我本以为太子蒙难，姑娘会借此机会脱身，但没想到啊，姑娘为了太子殿下铤而走险。孙某敬佩姑娘对太子的深情。孙将军，您误会了，太子殿下对我有恩，我自然是要。姑娘所说，孙某自然都懂。恩爱一词嘛，自然是先有恩，再有爱。殿下虽然曾经对姑娘举止轻浮，但是日久见人心，相信殿下经过这段时间与姑娘患难与共啊，一定已经间谍情深了。日后就等着喝二位的喜酒了。孙将军，你方才说今日是为太子而来，难道你也觉得此事有端倪？是，我正要告诉姑娘，圣上遇刺的第2日，我正巧在刑部。此事我本不愿再向人提及，但现在事关太子殿下，我就不再隐瞒了。15年前，我曾受命平叛便塘以西南溪族人的部落时，见过这个纹身。南溪人？是，南溪族人生活在便塘以西的山区里，他们土地贫瘠，不是农耕，所以常到便塘的边境掳掠财物。圣上令我出兵赶走他们。他们虽然势单力薄，却十分狡诈好斗。几次与他们交手都未能成功。皇后为替圣上分忧，下了一道密旨，令我去南溪族的村部放火。孙将军，我们把附近村站仅有的几个出口都已经用火封上，应该很难有人逃走。我们是守在这里，还是说等火熄灭后再走？走吧，不必看了。南溪族人世代生活在木楼里，一旦点火便会连成一片。那天之后，活下来的南溪人所剩无几，整个部族也自此销声匿迹了。我不愿这么做，但又无法违抗皇后的命令。你是说，那刺青是南溪人的图案，那刺客是侥幸活下来的南溪人？这南溪族人已被灭族10几年，如今突然出现，却说是受太子的指使，这实在是说不通啊。楚姑娘，你与太子殿下朝夕相处，耳鬓厮磨，你一定比我更相信太子不会和南溪族人有联系吧？你怎么总咳嗽啊？姑娘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侍卫。侍卫？楚将军的侍卫，负责保护他的安全。我方才与你在乱葬岗里交手，就觉察到你武艺不凡。你有没有兴趣随我到唐军中寻一份差事啊？你不用看郡主，无论郡主给你多少薪酬，我都多他3倍，怎么样？朱侍卫，你意下如何？
多谢孙将军赏识。只是在下不仅是郡主的护卫，还和郡主有一些私人关系，不便轻易离开。姑娘，你和殿下怎么和侍卫？哎呀，我就是个粗人，你们男男女女的事情我搞不清楚。这个令牌留给你们，如果有什么事关太子的事情，随时来府上找我。多谢了，孙将军。哎，我告辞了。孙将军，我送你。哎，不用。不，送你。不必，不必。孙将军，我送你啊。不出皇后所料，孙将军果然深夜去查看刺客的尸骨。只不过除了他以外，还有另一伙人。还有谁？我们的人没能抓住他们。不过，此时想救太子的人，除了福郡主，只怕也没有别人了。罢了，让他多碰壁几次，自然也就安分了。只是臣担心，那个福郡主不会轻易答应和亲的。你放心，他既然能回来救李策，自然也能答应和亲。只要我们给他开出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。诸葛亮，你醒醒！诸葛亮，殿下快走！我就是要你答应。赫连愿一生吃斋积德，只求换得王上和心爱之人美满。我们利益一致，可以摒弃前嫌，谈一个合作。你若是不想嫁给燕洵，可以选择站在本宫这一边。